徐老师，要是我有宋一姐那么厉害就好了，在艺术界左右逢源，就可以帮到你了。左右逢源，看到他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的样子就恶心。谁知道他那些话都是怎么卖出去的？小纯，只有和你在一起，我才能感觉到自己的灵魂。在感情中的你，会不自觉地蒙蔽视体，但所有的背叛，其实早有蛛丝。白晨，蒋先生答应帮你策展了。白晨，啊，蒋先生是业内知名的策展人，我好不容易才谈下来，你能不能上点心？你自己决定吧，反正我也不在乎那些沽名钓誉的事情。你这么忙，应该也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吧？你的生日我怎么会忘记呢？你说你母亲生前最擅长画凤凰，这是我特地图南山绣坊做了这件凤鸾旗袍，你母亲在天之灵一定会开心。去奢旗袍，这画上的人不是我。谢谢徐老师送的礼物。已婚？他是徐老师之前的学生，26岁，半年前刚从法兰大学进修回来。丈夫是画室集团总裁华玉清。华玉，这幅拍品作者不详，经鉴定出自19世纪，起拍价10万元。连作者都没有，卖给哪个冤大头啊？一对偷情的恋人，作者网上吵架，在午夜将至时拥吻告别，看得出来，作者对这幅画很有感情。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在偷情，而不是夫妻呢？因为夫妻接吻不会躲在帘子后面。你很懂画。最近碰巧有些经验。现在出价到了2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出价？值这么多钱啊！哎呀，到底是你认为这幅画值多少钱？那就要看你买的是画，还是画背后的故事。20万一次，20万2次，20 50万。这位先生出到了5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出价？这要50万啊！这么高啊？还真有人叫这么高啊！不交了，不交了。 100万。100万。华先生果然眼光毒辣。是啊，这幅画是出自西国名家费洛，匿名送给他情妇，价值连城。200万。这位小姐，200万。现在没有人和您竞价。300万。这位小姐出到了30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出价？1000万。1000万！华先生居然出到了1000万！唉，怪我有心无力了。恭喜华先生。你不是来买画的啊？的确，这幅画虽然出自费洛之手，但保存不当，有些瑕疵，本来不值这个价格。不过还好，华先生遇见了我，我很乐意替华先生弥补你的失误。宋翊，有些瑕疵本不碍眼，一旦被别人指出，它就会成为你心头的刺。嗨，华先生，我来帮你修复画。我不记得我有约过你。怎么，
宋小姐认识我太太？不，只是觉得这照片上的耳环有些眼熟，其实早有蛛丝马迹。是吗？这是定制款。或许是我看错了吧。修复好了，快来看看。哎，别碰！你身上的味道很特别。是松姐有。宋小姐还是不要白费功夫。论起半纯情俘获人心，你不是我太太的对手。华先生时刻把太太挂在嘴边，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像你这样深情不移。那你这样不请自来，你的丈夫会作何感想？徐太医，看来你早就知道他们的事。华总，这个月的业务报表。最近怎么有这么多艺术品敌啊？是太太牵的线，据说他和一名姓许的画家走得很近。知道了。华先生纵容自己的妻子出轨，就这么心甘情愿戴绿帽子，难道不想把他们对我们做的还回去？宋小姐，未免太自以为是了。我很忙，没兴趣参与你的复仇游戏。解决瑕疵最好的方式，不是修复，而是让它彻底成灰。刚修复的话，想要我帮你，就得拿出真正话。华玉清，我会让你心甘情愿成为我的伴。艺术名门和世家贵重，的确，对于华氏这样的家族来说，忠诚不是婚姻的必需品。想要我帮你，就得拿出真正话。宋一姐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我们上个月拍出的一幅画被指控是赝品，买家不接受调解，要以诈骗罪起诉。不可能，这幅画是我亲自鉴定的，有没有被调包的可能？没有，拍卖之后全程由银行金库保管，刚取出就送到了鉴定机构。这是买家发过来的鉴定报告，的确是赝品，用藤黄做酒。这个手笔，该不会……老公，你看，博子谦的《千山一居图》。老公，你的临摹技术又精进了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藤黄，用藤黄入墨，反复渲染，便可以做到以假乱真。虽然已经封锁了消息，但这事儿还是走漏了些风声。以前的买家也都闹着要重新鉴定。如果造假属实，宋一姐，你会面临至少10年的监禁啊！您拨打的号码
暂时无人接听。云听酒店的扣款。许白尘，是你逼我的。华先生，来云亭酒店，我给你真正的筹码。宋小姐一个有妇之夫，约别的男人来酒店，什么意思？你看，多般配的一对啊！如果那女人不是你太太，那个男人不是我老公，我说过，我对你的复仇游戏没兴趣。知道和清楚看到是两码事。苍蝇虽然不致命，但恶心人。所以，你的筹码，在华先生面前，我的确没有筹码。我唯一的筹码，就是我自己。小胖成了女人不计其数，我凭什么要睡一个有妇之夫？就凭你的牌，睡我的老公。说吧。你想要什么？宋小姐的手段还真是层出不穷。华先生今天要是不答应，我敢保证，今天所有的画面，明天就会出现在新闻头版。你凭什么觉得这就能威胁到我？没有男人能默然忍受妻子出轨，尤其是像你这样的身份，只有一个可能，你有把柄在周家手里。你比任何一个人都担心自己的婚姻出问题。你是第一个敢在我面前耍手段的人，2次。俗套，但好用。好啊，你还有什么手段？都拿出来看看，尽管试试，激起我的兴趣。明天3点，城北仓库有你要的东西。这些全是我们的买家存放在华盛银行金库的藏品。小易姐，你是怎么取出来的？不出意外，这就是。果然都是赝品。真话都在这里，果然是许白尘掉的包。核对清楚，在买家取走所有藏品之前，务必将真迹换回去。还差一幅，就是要起诉我们的那幅千山一居图。假画在买家手里，真画只有许白尘知道下落。我去解决。宋一姐，那这些假画怎么办啊？哪儿来的，送回哪儿去。华总，已经按您的吩咐把花都送去了。除了您私下拍下的那幅千山宜居图，您不是要告垮他们吗？为什么把证据还回去？
你知道鬼手吗？你精心布好的一局棋，忽然有一颗棋子自己动了，这棋局里出现了变数，还不清楚对方是敌是友。老婆，回国怎么不联系我？我去画室找过你，你不在。啊，我最近在帮学生改论文，我都住在宿舍。说起学生，我听说你有个得意门生叫周纯。有印象。他喜欢什么？平时和谁来往？这我怎么知道？他爷爷是你曾经的老师，美院老校长周文山，找个机会认识认识。好，没问题。老婆，这个酒是我们结婚那年算的，你尝尝，怎么样？不错，不知不觉都7年，酒不会变质，不知道人会不会变心。当然不会。渣男，你还想继续骗我？手机里肯定有你出轨的证据。花已经收到了，明天爷爷寿宴，我还要穿你送的旗袍。一模一样的旗袍。花雨晴，明天我送你一个回礼。老婆，今晚来的都是真正的艺术名家，我倒是走动惯了，你在这儿会不会不适应？哎呦，徐老，好久不见。你是？哎，宋小姐，最近一郎生意好吗？托徐老的福。你好，宋小姐，幸会。宋小姐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我的画还要麻烦。是啊，我们都要仰仗宋小姐了。我去那边和朋友打招呼。有空多来一廊坐坐，里面请。搞艺术的人都有一个毛病，你来了。曾以为自己才是主角，以为别人都是傻子。身为特级鉴定师，也会在自己的婚姻里看走眼。老公，这位就是徐老师，我经常跟你提起他。我上学的时候，他就很照顾我。幸会。这位是……忘了介绍了，我太太宋毅。原来是宋毅姐啊，真是久仰大名。没想到我们品味还挺相同的。周小姐年轻漂亮，尤其是这口红，特别惹眼。是吗？宋姐姐要不要试试？适合你的未必适合我，况且我没有随便用别人东西的习惯。说的也是，就好像同一件衣服，有的人穿上翠艳鲜活，有的人穿上就不合时宜了。不巧，我这件是南山秀坊的孤品，有专属标记，仅此一件。啊，可能是职业病的关系吧。一模一样的东西，若是有2件，另一件一定是赝品。要怪就怪许白尘连送礼也懒得用2件行。周小姐，这个见面礼希望你喜欢。周小姐年轻漂亮，就算穿赝品也一样赏心悦目。哼，干杯！哼，干杯！竟然让我下不来台！哟，你不是一向最伶牙俐齿了吗？怎么在自家场子还能吃瘪啊？文森哥，
宋义，怎么？你认识？他的一郎可挖了我不少人，我和他算是冤家路窄了。宋小姐，好久不见。传闻宋小姐一向眼光毒辣，我最近淘了件小玩意儿，还劳烦宋小姐帮我长长眼呢。胎骨致密，苏麻离青釉色入骨，是宣德年间的民窑精品，价值不下100万。诸位可听清楚了，宋小姐说这瓶子价值100万，义乌制造。这破瓶子不过是我淘来的地摊货，咱金牌经纪人呢，连这地摊货可都吹成天价了。哎呦，这也太不识货了吧！这谁还敢找他买画呀？老婆，别丢人现眼了。文先生，方便给我看看吗？我看你能怎么样？司令，你干什么？我磕花了。怎么了？摔坏了赔你就是。你赔？你知道吗？这可是……哟，刚不还说是义乌制造吗？义乌制造怎么样？我就是爱花大价钱买破烂。哎，诸位可都看见了，他磕坏了我的瓶子，必须让他给我个说法。就是啊，得赔呀！真是的，老婆，赶紧给道个歉，太丢人了。文先生，该给说法的人应该是你吧？华少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文先生放心，这种损坏，你在华盛投的古董保险足够覆盖。华少，您这玩笑开的有点……上周三，你刚为这件宣德白龙纹刺青投保了200万，怎么转头就忘了？华总都发话了，这还能有假？谁会给地摊货买保险？这文森分明是故意找茬。就是。文先生，你以真作假，真是大方，连我都想做你的客户了。华玉清这样冷漠至极的人，怎么会突然为宋义出头？周老爷子来了！真正的好戏要开场了。有劳各位赏脸，来给我这老头子过寿。周老，这是哪里话？上届艺术界可都指着您掌舵呢。听说您最近又在慈善拍卖会上捐了许多奇珍异宝，这境界我们一辈子也达不到啊！是啊是啊，听说周老上周的一拍，也花300万买了幅假画。不当这冤大头怎么行啊？我儿子啊进法兰美院的事儿还得倚仗周老。哪里哪里，我这把年纪啊，钱财如粪土，我那些文物字画，与其锁在保险柜里，不如让他们结些善缘。是啊是啊，说的真对。周老真是慷慨。周老真是，周老说的对。是吗？哎，谁啊？这位小友有什么意见吗？听说周府3部1榜，今日一见，不过如此。怎么能这样？干什么？都是一些徒有虚名的寻常玩意儿。周老要是今天可以把一件压箱底儿的宝贝拿出来的话，也算是让大家开开眼界了，不是吗？是啊，是啊。罢了，今日到场的都是我的画坛好友、文墨知己，我周某近日所寻的珍品也不便私藏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是一幅画吧？哎呦，是幅什么样的？这是……不是说好那幅画不能让人知道吗？这是爷爷的决定，我也没办法。终于上钩了。这都要感谢我的得意门生、青年才俊许白尘。哇，咦，
这幅画不是刚被宋小姐的一郎拍出给海外神秘买家了吗？怎么在周老这里？那宋小姐卖的那幅，莫不是假的吧？这国内知名的评鉴师卖假货啊！卖假货！宋毅，这下看你怎么解释。各位多虑了，所有从我一郎卖出的都是真货。周老的这幅画，的确是赝品中的上乘。这幅是赝品？宋小姐的意思是，我周某用一幅假画戏弄大家了？就是，周老什么人，怎么会收藏一幅假画？就是华语经，别再事不关己了。其实那个神秘的海外买家就是你。作为千山一居图真正的主人，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赌什么？就赌现场这幅画是假的。不要！你干什么？宋毅，我对你的游戏可是有点兴趣。竟敢糟蹋我的藏品！周老，别着急嘛，给我们2分钟，让画自己说话。什么意思啊？快看，那是什么？怎么回事？看真变了，变色了，变色了，这是假的呀！这怎么回事？各位都知道，用藤黄入墨可防蛊作旧，而藤黄会在葡萄酒酸性的作用下变成橙黄色，也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个。我先生许白尘就精通此术。不可能，这话明明是真的。许白尘做了亏心事，有口难辩的滋味不好受呢。周老，爷爷，周老，爷爷，宋小姐，在场的都是名家大拿，这幅画的真假还用得着你来说了算吗？报警！这是蓄意破坏！来人呐，把这个女人抓起来！对，还是让我来看看吧。陆全先生，他可是国家博物院的首席鉴定师啊！首席鉴定师，倒是把这茬忘了。怎么样，周老，这件事啊，我劝你还是就此作罢吧。真是假的呀！就是白尘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徐老师，你不是说画廊那幅是假的，这幅才是真的吗？我周小姐也未免太会开玩笑，一郎拍品造假是要以诈骗罪论处的。我老公怎么会不知道？老公，是我。没错，这幅画确实是我仿做的。这许白尘怎么敢做副假画？这怎么能假？戏演完了，真迹也会物归原主。宋毅，你才是天生的演员。我们周家以诚待客，不想被无耻之徒戏弄，怪我老眼昏花，看走了眼。您听我解释，这件事我没有收藏假画的癖好，麻烦你带回去，也请各位做个见证，和许白尘并无瓜葛，他今日的做派和周家没有半分关系。这两个人就大了呀！开了一场大戏。徐老师，裙子是假的，画也是假的，我真心待你，没想到你会骗到我身上。许先生这做派，我们画廊可不敢再代理。小许，你和年轻晋升的事儿，等等吧。喂，把许白尘的收藏名录。惹怒了周老，以后上京艺术圈谁还敢容他？许白尘，我用7年为你渡劫，也是时候亲手。陆先生，刚才谢谢你。不过，您为什么要帮我？你是宋秋的女儿。
您认识我妈妈？你的眼睛长得很像的，是呗？她竟然是宋秋的女儿。听说她当年画画的疯魔自杀了，疯子的女儿果然也是疯子。真是没想到，哎，真没想到。李主任不回去写报表，反倒在这嚼舌根，是对华商的投资十拿九稳啊！宋小姐这出指鹿为马，的确精彩。画就在里面，等我修复好了，必会完璧归赵。你怎么知道这幅画是我买的？上个月我们拍出的一幅画被指控是赝品，买家不接受调解，要以诈骗罪起诉。以华先生的身份，想篡改拍卖记录并不难。你为了让这段婚姻不节外生枝，查出了许白晨的把柄，想不着痕迹捏死他。只可惜，有人不愿意给他陪葬。你的游戏比我想象中有趣。刘总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帮了我2次，这次我送你一个回礼。那是在干嘛？你看看，什么情况？你看，天哪！你看那边，两个人在干什么呀？我看看。去。霍雨清，我老婆呢？许教授，找老婆怎么找到我这里来了？刚刚还看到了。别装傻了，我刚明明看见你们俩在这儿。是啊，都看见了，都看见了。许教授真会开玩笑，刚才在这里的是我太太周纯。小纯。对哦，华太太和许太太今天撞衫了。原来是人家夫妻甜蜜，我们冒昧打搅。是这样啊。可是，怎么，我和自己的太太亲热一下，有问题吗？小纯明明说过，华义君对他淡漠之妻，从来没有夫妻之事。难道给个机会吧？是他们夫妻联手做的局。华总和夫人伉俪情深，当然没问题。走。原来是出离间计啊！这份礼物，华先生还满意吗？这个教训上你记住，没有人能利用。那么，作为盟友呢？合作愉快。周纯，你究竟是不是在骗我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老婆，签了吧。这是什么？老婆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白晨，一郎出事了。上个月为了进一批古画，我向银行贷了一大笔钱，现在货卖不出去，银行天天催债。以后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大不了把房子抵好。不行，你是艺术家，不能被这些俗事拖累。我们先假离婚，把你摘出去，等风波过去再说。我们夫妻俩总得保全一个吧。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你呢？宋毅呢？给老子滚出来！让宋毅出来！宋毅呢？让他出来！宋毅出来！快出来！赔我钱！快出来！快赔我钱！人呢？把赝品当真金卖给我！真当我们冤大头啊！就是啊！造假的事这么快就被发现了，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睁大眼看！还钱！鉴定机构的报告都在这，你们还敢狡辩？各位冷静，每幅画都是我亲自鉴定的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。现在事情还没有结果，
大家先冷静冷静。装什么蒜？你是他老公，你俩是一伙的吗？我告诉你，这里有监控，你们别乱来啊！乱来？卖假话还这么嚣张？揍他！揍他！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别打我呀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我们都已经离婚了。离婚？糊弄鬼呢！你们昨天还在一起。是真的。他都愿意净身出户了，从此一郎和他再没有关系。州主那边情况还不明朗，现在净身出户恐怕风险太大。老婆，别怕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他们不敢太嚣张的。不敢！我落泪杀打他，揍他！揍他！好精彩！华总，真一郎涉嫌造假，骗取抵押贷款，严重损害我司权益。这是画上的律师函，按照法律，你们需要支付10倍的赔偿金，或者10年以上的监禁。华语金都亲自来了，这件事恐怕压不住了。对不起，老公，一定是我鉴定的时候出了纰漏，惹出这种事情，害你也一起遭殃。老婆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我们俩总要保全一个，这样我也好想办法帮你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看好了，我是净身出户，这事跟我没有半点关系，看清楚啊！许白晨，这次我倒要谢谢你的自私。今天谢谢你。你倒舍得对自己下手啊！我今天要是没有及时赶到的话，你那架摔得可不轻。谁让你没按约定时间到？求人帮忙还这么理直气壮。我也帮了你啊，这叫各取所需。区区几千万，还不值得我这么大动干戈。那华总是为了……哇，我找到结婚证了，老婆。这才是我要取的报酬。等我先去离个婚，再找华总看一出好戏。许先生，确定您带来的这幅画是黄山松云图真迹？白晨，你真的愿意净身出户吗？按目前的状况，那些财产和股份很有可能会引火烧身，都留给你。反正我们只是假离婚，等事情过去了，我们还是我们，不是吗？想得美。白晨，你也知道我现在真的走投无路了，有件事情只有你能帮我。那什么都没了，我还能帮你什么呢？你看这幅黄山松云图，价值连城，但从几10年前起就不知所踪。如果你来仿造的话，一定能以假乱真。
这风口浪尖上的，你还敢造假？白婵，只要能用它向银行贷到款，就能填补一郎的漏洞。我现在还被银行盯着，只有用你的身份才行。算我们夫妻一场，算我求你了。可要是出了事，不会的。今年秋拍一到，一郎的利润少说也有这个数，到时候我多给你10%，一切就会像没发生过一样。当然确定。你们也知道，我前期做了些糊涂事，被你们华盛保险集团给起诉了，所以我这才拿出压箱底的话，帮他过渡过渡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，现在最担心我们赔不出钱的一定是华盛，最有可能帮我们的也是华盛。是，好的，没问题。恭喜你，许先生，贷款审批通过。谢谢，太感谢了。不客气。钱已经汇过去了。这次多亏你了，老公。叫得那么顺口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夫妻俩才是。放心，我这次不会再选错盟友了。在宋小姐眼里，所有关系都只是利益交换。华总也是生意人，应该比我懂。戏台已经搭好了，明天还请华总赏光。华总，那幅画明明是赝品，为什么还批下贷款？你不觉得借刀杀人比亲自动手更有意思吗？怎么感觉华总吃了亏还这么高兴呢？今天召开这次发布会，是想向大家公布一件事：我与许先生宜昨日离婚。以后一郎所有的事务，即日起与他再无关。徐教授，宋玉小姐说的是真的吗？出什么事了？怎么回事？怎么离婚啊？做戏做全套。正如小叶所说，离婚是我们共同的决定。从今以后，一郎的所有事务由他全部负责。真的离婚了？许先生，你涉嫌使用赝品《黄山松云图》骗取巨额抵押贷款，请配合我们调查。不可能！你们当时不是鉴定了吗？这幅画的真迹，今天上午刚在岭南一镇由国家博物院亲自鉴定。你的那幅自然是赝品。小叶，现在怎么办？到时候可是你上我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完全不知情。许白晨，我理解你离婚之后净身出户很难，可是你怎么能干这种事？好啊，好啊，不愧是生意人。宋毅，现在到我头上了。你们以为你们在他一郎所购买的就是真品？黄老板，你半年前购入的秋山图，陈总，
你上个月拍的《簪花卷》，还有李教授的仕女图，以及孙小姐的《寒江月》，都是赝品。宋烨，什么意思？既然你不计旧情，那咱们就鱼死网破。鱼死网破？许白晨，你也太看得起自己。你对假画的细节这么清楚，我们俩谁更像卖假画？华总，他前些天还要起诉我们，他可以作证。华生对藏品进行了复查，宋小姐的画没有问题，每幅都是真金。什么？你明明……如果各位还有疑虑，我们欢迎随时复检。如果还有赝品，我们的承保公司华盛集团愿意10倍赔付。血肉狐狸，喂，是你，是他算计我，全部都是他指使我干的，是他欺骗我，签假离婚协议，并且指使我造假，否则我怎么可能会放弃我辛辛苦苦经营了7年的一郎，而且还选择了净身出户。许白晨，我本来不想把这件事情闹得人尽皆知。你之所以净身出户，不是因为你出轨了吗？放心，我趁宋毅睡着，把他剪出的甄嬛都难怪净身出户。他这人对什么不会检查的，伤风败俗啊！这可是大新闻，快起来！徐教授，你对这件事怎么解释？视频里那个女人是谁？是啊，请回答一下吧。话语间还不能失去这段留言，周纯的脸不能暴露在这儿。宋毅是为了我吗？在许白生画室保险柜发现大量假画，造假意图明显。许先生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原来你早就发现了一切，就等着报复我。如果我发现的再晚一些，今天被带走的人就是我。宋毅，我算计不过你。是啊，我算计了你整整7年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发现？我算计上位者的喜好，算计同行的弱点，算计艺术圈的游戏规则，一步步把你推到今天的位置。我若你不肯后退的眼睛。恭喜你重获新生。许白晨贷的款，我会按利息退回华生。不用了，从今天起，我做宇光的新合伙人。华总这么大手笔，就不怕亏了？正好见识一下传闻中金牌经纪人的能耐。好啊，但是跟我合作得按我的规矩来。比如3年内不能撤资，我7，你3。你还真是精明。一个精明的盟友，不好吗？有件事你想错了。上次我起诉一郎，不是冲许白晨，而是为了画室扫清隐患。你是说，许白晨和周纯利用假画骗保？最近怎么有这么多的艺术品敌啊？周家表面上是艺术名门，但其实暗地里从事的是假画洗钱，还有倒卖文物的生意。这2年打着华生的旗号，愈发的猖狂。你这么一闹，正好给他们敲了一警钟。许白晨不会想到，他自诩真爱的外遇，才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算计。华玉晶，你到底有什么把柄在周家手里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你要是想知道的话，就向我证明你是值得信任的盟友。明天下午1点，
把时间留出来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小川，小川，你去求求你爷爷救我，只有你能救我了。徐老师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？就是你总爱用清高来掩饰你的愚蠢。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想让我救你，当然可以了，不过需要等价交换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那就用你擅长的造假技术吧。华先生，今天叫我过来，该不会是想让我帮你验货吧？今天的第一幅拍品，百鸟朝凤。这是……妈妈，我是不是永远也画不好？谁说的？这只烧鸡不是画的挺好的吗？妈妈，我讨厌你。哎呦，妈妈的宝贝！谁说你一定要学画画？我的女儿可以做任何事。那我将来就是卖画，把妈妈的画卖到全世界。妈妈的画不是都毁在火场里了吗？这幅画的作者名为宋秋，她是近代少有的比例沉雄的女画家。可惜啊，英年早逝，流传下来的作品极少，起拍价40万。那是宋毅，新派艺术品经纪人，他抢拍的画一定价值不菲。50万，80万，100万，150万。500万。啊，这么高啊！这太高了，这回挣不过了，拍不了。600万。啊，这600万这么高的价，许白晨，他怎么会在这？是周家保释了他，他现在替周家干那些不干净的事情。700万。哎呦，越叫越高了，就是800万。他明显是在故意抬价的。这幅画对他和周家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就算他真的拍回去，我也有的是办法，可以让他求着还给我。那万一要是出了状况，你承受吗？900万。啊！900万！宋毅，你利用男人的手段还真是高。这么多，这玩意儿真的值吗？1000万！哎呦，这也太高了吧！1000万！这位先生出道了1000万，请问花先生，您还要继续加价吗？还加价？还加？点天灯！花先生点天灯了，那就说明接下来无论加到什么价格，花先生都会出价到底。先生，这边需要验资，如果您没通过，验资啊，要请您出去了。我就是怎么回事啊？抱歉，请您出去。没钱来什么拍卖会啊？就是，我以为是多有钱。真丢人，装什么有钱人？就是。恭喜郭先生拍得藏品。华雨静，谢谢你。我第一次觉得，原来有钱还挺好的。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华总应该是有家室的人吧？却在这里为别的女人豪掷千金。宋毅，你当初欺骗我离婚，就是为了这个人？像他这种朝三暮四的男人，和当初的我又有什么区别？第一，是你许白晨出轨在先，犯罪在后，我和你离婚，天经地义。第二，华先生现在是一郎真正的合伙人，我和他的关系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。许先生，你要是管不住自己那张嘴，华生的律师团队随时服务。走吧。宋毅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妈妈的话终于回到了我声里。妈妈说凤凰需要浴火重生，不要！可她却再也没有回来。他们都说他是疯子，说他画画画得走火入魔了，但我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如果你要是有需要，我可以查。没用的，所有证据都表明他是自杀。我可以。这段时间，你又收回一郎的股份，又帮我买回妈妈的画，现在还要替我查妈妈的死因。华总，这已经超出我们合作范围了吧？我现在是单身，你可不是。从法律意义上讲，我也是。当年我父亲刚去世，我随便找了个信仰的由头，只举办了简单的婚礼，并没有领证。周家人一直催促我一直搪塞，然后也就出钱了。别把我说得像个第三者。你是我的变数。老公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？没有外人的时候，不用这么叫。那我叫你阿玉哥哥。你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说起这个，爷爷最近又在催领证的事了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不能一直拖吧？现在有区别吗？周氏的投资，你每个月的信用卡，不都是我华生在支付吗？当然有区别了，起码在法律上，我还不能名正言顺的睡你身旁。不早了，让司机送你回去。哎，阿宇哥哥，陪我喝一杯吧，就一杯，喝完我就走，好吗？你去帮我拿个杯子，快点。华玉京，今天就叫你跟我做真夫妻。你们夫妻俩平时都玩这么花的？如果你想，我比不了更刺激。阿玉哥哥，喂，你好，我是华玉京的太太，有事吗？我是上京南科的赵医生，华先生前段时间的检查出结果了，麻烦催他尽快入院治疗。南科？对，如果您最近和您先生同房过的话，麻烦一起到医院治疗。为什么？他怎么了？
华先生患有传染性疱疹，需要及时就医治疗。喂，你在听吗？恶心死了！怎么样，帮华总解决了一个大麻烦，怎么感谢我？宋毅，南柯是吧？华雨京到底有什么把柄在周家手上？那是什么？感觉有点眼熟。你在做什么？啊，妻子掉了。怎么？刚没看清？很晚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总之，今天谢谢你帮我找回妈妈的画。是从什么时候起？这具气的执气人变成了你，而我甘之如饴。妈妈，我会兑现承诺，让你的才华被所有人看到。宋小姐，这就是你的新镇馆之宝，真是精彩绝艳，栩栩如生啊！宋秋，我听说过他的事儿，说是生前一直寂寂无名，死后才有极少的画作流传出来。可惜了这样一位天才。宋小姐，今年的国际巡展，确实是好，请您一定赏光，带上您的这幅作品来参加。宋小姐，可以接受高校巡展吗？妈妈，确实是好啊！我一定会让所有人记住你的名字。宋毅，你还真是有孝心啊！那你不知道你现在的所作所为会让你的母亲寒心吗？徐白晨，你要做什么我都放过你，但我不准你拿我妈妈来做文章。我就说了一句话，就这么大反应？而你却天天跟你的杀母仇人混在一起，宋毅啊，我该说你愚蠢，还是该说你没心没肺啊？你说什么？宋毅，杀死你母亲的人姓华。华雨京这个人呐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如果不是我们知道那件事，周家早就不复存在了。可是爷爷，华雨京最近跟宋毅走得越来越近，我担心他们。哼，他俩绝无可能。毕竟宋毅妈妈的死可要拜华家所赐。宋毅，你也被耍得团团转。华家那条手链，你应该也有所察觉吧？你觉得以华义军的手段，会不知道这件事？华总，您查的是有线索了。要告诉宋小姐吗？先保密，尤其不能让她知道。是。华雨京，你身上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？宋毅，你这……宋毅，你确定吗？我想一个人静静。
这是我亲手给妈妈做的手链，全世界就这一条，妈妈可要好好保管。好，妈妈一辈子呀都不会摘下来。哟，宝贝。宋毅，华玉清，你早就知道我妈的死和华家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你明明知道这是我最在乎的事情。华玉清，我们的确是两个世界。你听我说。这是华世家的。按照您的吩咐，我们已经加大了剂量。他出院以后一定会乖乖听话的。周老师，传言是真的吗？您真的在用我们的话？你只需要好好替我做事，别的事儿不用管。那可是犯罪啊！小秋啊，做人要懂得感恩。当年要不是周老师把你从美院门口捡回来，你现在还在街边像乞丐一样求人买你的话。你们是一伙的，那我可以退出。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帮我做事，否则你跟你女儿就等着无宁日吧。我的花，所以妈妈你才会自杀。只要你还拿得起话的那天，永远是反击。任何话都是犯罪证据。我父亲在世的时候，一直和周文山有合作。你母亲是周文山表面上的关门弟子，但实际上就是他的枪手。你母亲的死，他们两个都有责任。我是他的儿子，我不敢赌。他是他，你是你。我宋毅不会认错自己的敌人，所以你现在能告诉我，你到底有什么把柄在周家手里吗？你放心，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了。对外公布，华氏和周氏的联姻还有所有合作全面终止。华氏总裁华玉京宣布全面解除和周氏的联姻及合作，并撤回对周氏的所有投资。爷爷，华玉京怎么就突然解除联姻了？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对，就这么斗吧，斗得两败俱伤最好。既然他要鱼死网破，那就别怪我了。阿玉哥哥，你来了。事已至此，周老爷子，还有什么好聊的？年轻人何必这么大火气呢？联姻不成，咱们依旧还是商场上的朋友嘛。只要你放下对周氏的成见。本来我只是想解除婚约，然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。我要你周氏付出代价，就因为宋毅那个女人。爷爷，你怕是忘了，你的死穴还在我们手里吧？我没病，我没病，
是华语经把我囚禁在这儿，要把我折磨致死。他是杀人犯，是魔鬼。你当初亲手把亲生父亲关进疯人院，就该想到有这么一天。只要这份录音公布，你和辛苦夺回的华盛集团都会瞬间化为泡影。华语街啊，何必为了一个女人赌上全部呢？老爷子，你错了。不管有没有宋义，我跟周氏都是时候做个了结了。你这么做等于自掘坟墓。你放心，周家的犯罪证据，我在来时的路上已经提交。我可以接受我的报应，但也请你做好下地狱的准备。周文山、周纯，你们涉嫌洗钱、倒卖文物、商业欺诈，现在依法将你们逮捕。怎么突然把一郎的股份，还有华盛的艺术基金会的股份全部转赠给我？宋义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合伙人，把他们给你，我放心。华语镜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根本不认识真正的我，你还会选择相信我吗？喂，那就够了。华氏总裁华玉京涉嫌故意伤人，被带走调查。宋一姐，各大媒体都在报道，华盛的股价崩盘了。周氏造假案真凶落网，犯罪嫌疑人许某某对罪行供认不讳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呢？据悉，许某某曾是周老的学生，周老对他的犯罪并不知情。警察同志，我想爷爷当心一些，可别再被小人挡道。周文山，你是怎么说服许白婵替你坐牢的？你们年轻人没做过老师，当然不知道，在学生的世界里，老师就是天。哦对，就像你母亲一样，哪怕让她去死，她都心甘情愿。周文山，你不配做老师，更不配为人。哎，我想找个人。宋玉，你来干什么？来看我笑话的？你不觉得可笑吗？你费尽心思想摆脱我的安排，却把自己沦为了傀儡，最后被周家卸磨杀驴，落到现在这个下场。所以呢？你想说什么？你在周家这么久，一定知道一些外人不知道的事情。你不想复仇吗？复仇？宋毅，你不是也是想利用我吗？你是不是忘了，我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，全都是你害的？我凭什么帮你？唉，许白婵，对不起。你什么意思？以前都是我替你做决定，却从来没有问过你的意愿。
所以你享受被仰慕，渴望被崇拜，最后被人利用成了替罪羊。尽管是你咎由自取，但这一次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等等，我告诉你，宋毅，我不欠你了。周文山把价值低的真迹给学生临摹，既能制造赝品，又能存放赃物。那些孩子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画的是犯罪证据。老师，您找谁？这些示范画哪来的？是周老校长送来的，他很有耐心，还会亲自收走，检查我们临摹的作业。我可以把画带走，但短时间出去这么多的间谍，恐怕有些困难。陆伯伯，都在这里。好。陆伯伯，这次真的谢谢你。当年我要是坚持带你妈妈出国，或许她就不会嫁给一个短命鬼，更不会着了周文山的道。就当我是在还债吧。希望妈妈在天有灵，也会保佑我。周文山，也到了你还债的时候了。各位最近也许听了老朽一些不好的传闻，但了解我的人都知道，我周老头子一辈子教书育人，为人师，一要扶持后辈，二要正身律己，无危即困。有的风言风语，相信大家自不必。我周某在这里郑重宣布，我将捐出我毕生的收藏，拍卖所得分文不取，全部捐给慈善事业。上职令，谢谢，请出示邀请函。邀请函我没有，但我这儿有一份捐赠名录。抱歉，我们只认邀请函。宋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周氏今天有一场慈善晚宴，我过来尽份薄力，手上有些拍品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来的可都是各界有名的收藏家，这里恐怕不太合适。做慈善的本意本来就是扶贫济困，周小姐设这么高的门槛，到底是为了做慈善，还只是为了博眼球？是啊，宋小姐带来的名录价值不菲，也算有心了。头一次听说做慈善还需要门槛。宋毅，今天的席位早就预定好了，里面坐的可都是重要宾客。周小姐说的重要贵宾，是我们这些老头子吗？陆伯伯，我带来的客人，周小姐也要为难吗？当然不会，里面请。请。各位，慈善拍卖会现在开始。这第一件是周老捐赠的程瑶青色单品，起拍价60万。我各位后爱啊！不好意思，我有个疑问，周老先生去年在苏富比拍卖会上拍了一整套程瑶茶具，怎么今天在慈善拍卖会上就剩一个茶杯了呢？真是的，去拿套走。这第二件
是周老捐赠的明代山水残卷，起拍价50万。我好像记得这幅画一共12卷，怎么偏偏今天周老只捐出这一幅残卷？宋小姐，这是慈善义拍，不是硬抢啊！抱歉啊，是周老自己说今天会捐出全部的，但如果舍不得，那就不强求。是啊，这周老舍不得私藏，就别花开口。看，这不就是沽名钓誉且不过程？就是。这第3件是北宋王瞻的《云台集》。哎，这《云台集》，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保安，把这疯子！别急啊，周老。你口口声声说要爱护的晚辈和学生，今天也来了。啊，这什么人啊？打假！他们觉得什么？为什么这样？开玩笑，校长骗我们临摹名画，可收走我们的画后，他却以假作真，高价拍卖。厚口无凭，证据呢？周文山为美院提供的示范模板中，90%都是真品。居然干出这种事儿！周文山，你以为的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这批还未被销毁的真画就是铁证。周文山，退钱！周文山，退钱！周文山，人证物证都在这里，而你所做的还远远不止这些。华雨晶，你怎么？对不起啊，没能帮你扳倒周文山。华雨晶，你忘了我们是盟友吗？你怎么这么傻？想瞒着我自己扛下这一切？你仔细想想，你父亲当年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当年他确实是被我送进医院的，我就是想让他尝尝自食其果的味道，但我没想到他这么不堪折磨，死在了里面。你父亲霍松在世的时候，是不是一直和周文山有合作？你的意思是？那他去世了，最大的受益者是谁？是自食我自乱的陈娇。你去找我的秘书，他会全力协助你去调查。放心，你有个很好的盟友。我查了你和霍松的交易记录，发现在他去世之后，有一笔近3亿的资金，不翼而飞了。周老太爷，你是个很谨慎的人，这笔资金自然是查不出什么问题。可正是因为你的谨慎，所以你会把最重要的东西放进保险柜，譬如字画、古董，还有罪证。去哪套走？什么？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，他给了你什么好处？周校长，我也曾是你的学生，为你做事20余年。却只把我当工具，甚至把我的同门一个个拉去替你顶罪。那就赌一赌，当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老周，你要救我！你也不想你和我干的那些事传出去吗？你干什么？你知道，此人最能保守秘密。杀人犯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杀人犯！你们涉嫌多项犯罪，现在依法对你们实施拘留。
你这个贱人，抢了我老公，毁了我的一切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在国母看过你18岁时的作品，如果你不贪图捷径的话，会是个好孩子。毁你的人不是我。 看来我这位盟友确实很靠得住。一切都结束了，华先生。这次合作很愉快。 L'artiste a fait irruption sur la scène artistique il y a 2 ans. Ses œuvres, comme des plantes poussant sauvagement, comme des bandes poussant sauvagement, sur une pluie torrentielle. 笔触天人，不拘一格，可否？这幅画我要了，麻烦开个价。这幅画已经被预定了，我出双倍，这恐怕不符合规定。3倍，这幅画会将是我展会上的主展品。 我加10万欧元。宋大经纪人，别来无恙。华先生果然财力雄厚，不过这幅画我志在必得。既然宋小姐这么喜欢，那就让给你好了。 恭喜华先生的作品创下单幅售价新纪录。没想到宋小姐也有被人算计的时候啊！但是我有一个好的提议，华先生为何不让我们一郎给你做独家代理？我保证以后每一幅作品都会远超现在的价值。那老规矩，你7我3。商人嘛，狐狸不起早。 你还是那么会做生意，怎么样？考虑合作吗？比起这个，我更想换一种合作方式。什么方式？把独家代理改成终生契约。那就要看华先生的诚意了。华总知道你会来，也能从洛杉矶的商业峰会上赶过来，时差都还没到。这个题我暂时还不考虑。 你也知道，经历过婚姻的女人不会对这枚戒指有多美好的想法。我现在更想要的是合作双赢。没问题，我有的是时间。那么从今天开始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